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讽刺的事？在股市里，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很聪明，研究一堆技术分析，天天看盘，最后却赚不到钱？反而有些人好像什么都没做，就只是傻傻买，傻傻放着，结果几十年后财富却翻了好几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今天想跟你聊的这本书《阿甘投资法》，其实就在回答这个问题。当我第一次看到书名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有点疑惑。阿甘，那个智商75，只会一直跑的阿甘，投资这么复杂的事情，怎么会跟他有关？但当我看完整本书，最大的感受是觉得，也许投资真正需要的，真的不是聪明，而是单纯。我们先回到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的一个桥段。阿甘退伍后和战友做瞎子生意，后来投资了苹果公司股票。多年后，他收到消息说，我们再也不用为钱烦恼了。阿甘只是淡淡说一句，那太好了，人生又少了一件麻烦事。如果你知道苹果股票从1980年上市到后来涨了几百倍，你可能会震惊到说不出话。但阿甘没有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赚钱当成炫耀的工具，他只是做该做的事，然后让时间发生。而这就是整本《阿甘投资法》的精神核心。作者在书里讲了一段亲身经历。年轻时，他把8万美元交给一位哈佛博士操盘。这位专家有20年经验，履历漂亮到不能再漂亮。结果呢，碰上1987年黑色星期一，道琼一天大跌23%。专家判断市场会持续崩溃，重压看空，但市场很快反弹，资金几乎全军覆没。这段故事让人非常震撼，因为它揭露了一个残酷真相：市场不是考试，不会因为你很聪明就给你高分。投资不是比谁懂得多，而是比谁活得久。这本书提出3个非常关键的原则：第一，不看盘；第二，不选股；第三，不挑买点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聊？但越无聊，往往越有力量。我们先谈不看盘。大多数人投资，第一个习惯就是盯着手机看涨跌，涨2%开心，跌3%焦虑，生活品质完全跟着数字起伏。但作者提醒我们，短期市场是情绪的投票机，长期才是价值的称重机。今天涨跌其实只是在反映市场情绪，真正决定长期报酬的是企业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。如果你投资的是整个市场，代表整体经济成长，那么每天的波动对20年后几乎没有意义。盯盘不会让公司更赚钱，但会让你更焦虑。第二，不选股。很多人相信自己能选出下一只标股，但问题是，即便你选对了，你抱得住吗？想想看，苹果股票在过去几十年涨了几百倍，但中间也经历过超过50%的大跌。有多少人能在腰斩时不卖出？与其挑战人性，不如拥抱整体市场。这也是为什么作者推荐指数型 ETF、标普500、台湾50、全球指数基金。你买的不是单一公司，而是整体经济。个别公司会倒，但整个人类社会长期是往前进的。第三，不挑买点。这一点最为反人性，因为我们总觉得再等等，应该会跌更低，现在太高了，等回档。但数据告诉我们，与其猜时机，不如在场。作者用一个很经典的例子，如果从2000年开始，
每年固定投入$5000到标普500，即便你每次都很倒霉的在当年最高点买进，20年后资产仍然翻了2.6倍以上。这个差距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。真正重要的不是买的多漂亮，而是你有没有开始。这里我想讲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观点：时间是普通人最大的优势。如果年化报酬率8%，10年大约翻2倍，20年接近5倍，30年接近10倍。这不是奇迹，是数学。但问题是，大多数人撑不到10年，因为中间一定会有崩盘、恐慌、怀疑。而阿甘式投资就是帮你穿越这些波动。很多人害怕风险，但书中提到一个观点让我深思：真正的风险不是市场下跌，而是你从未进场，把钱全部放银行，看似安全，但通膨正在慢慢吃掉购买力。过去几十年，通膨让货币价值大幅缩水，不投资其实也是一种风险。阿甘投资法不是忽略风险，而是用分散与时间管理风险。那如果遇到崩盘怎么办？作者的态度很清楚，崩盘是打折。当你去超市看到打折商品会开心，为什么股票打折反而恐慌？因为我们把价格等同于价值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每一次危机过后，市场都创新高，留下来的人才会看到阳光。这本书最打动我的，其实不是投资技巧，而是背后的生活哲学。书中引用5颗球的比喻：工作是橡胶球，掉了会弹回来；家庭、健康、朋友、诚信是玻璃球，碎了很难修复。如果投资让你失眠、焦虑、忽略家人，那就本末倒置了。阿甘投资法提供的是一种低干扰的财富累积方式，让投资回到工具的位置，而不是让人生被财富绑架。再往更深一层看，这其实是一种对抗人性的修行。投资教我们延迟满足，前几年几乎看不到成果，但在后期复利会像雪球一样滚大。阿甘之所以能成功，不是因为他聪明，而是因为他跑得够久。投资也是。所以这本书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不是哪档股票会涨，不是今年该不该进场，而是在一个充满诱惑与噪音的世界里，你能不能守住简单？当别人追热点时，你不动；当市场恐慌时，你不逃；当媒体唱衰时，你继续定投。这种笨拙的坚持才是长期最大的优势。最后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：如果今天开始，每个月固定投入一笔钱，未来30年都不停止，30年后的你，会不会感谢现在的决定？投资不属于天才，它属于愿意长期在场的人。阿甘说过一句话：我不聪明，但我知道什么是爱。在投资里，也许我们可以改成：我不聪明，但我知道该长期持有。有时候，最简单的方法反而最难做到，而能做到的人，时间会替他完成奇迹。如果你也曾经在市场里焦虑、追高杀低、怀疑自己，也许这本书会让你重新找到节奏。投资不是冲刺，是马拉松，不是比谁快，而是比谁久。我们下次见。